这个打磨呢是比较辛苦的，然后要一遍一遍的打磨，砂纸呢由粗到细。我是开始呢用60的砂纸，然后是80、120，然后最后到180和220，这样的这个表面呢就比较光滑了。背面呢也要稍微打磨一下，最起码用60和80的，这样呢最起码保证它摸起来不那么扎手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安装这个桌腿。这个桌腿呢是我从 Amazon 上订来的，挺重的，有大概50磅。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这种呢是可升降的桌腿，可以坐着用，也可以站着用，看上去质量还挺不错的，挺 heavy duty。所有的配件都放在这儿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研究一下说明书，然后准备就开始组装了。我还要钉螺钉的地方用这个 marker 标记一下。那么这个原厂呢配的是这种钉子，最简单的做法就这样钉上去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桌子会很重，因为这个有50磅，这个有70、80磅吧，挺重的。那么如果搬动起来呢，肯定要把它拆开。如果用这种螺钉呢，你拆了几次以后它就没有力量了。所以我选购了这种螺钉。这个呢是钻孔以后呢，把它上一点胶，把它放进去。然后这个呢是配它的，这样的每次就把它打开就可以了。这种螺钉呢，它因为这个是固定在这个木头里面的，它不会动的，所以呢它不会伤到这个木头的螺纹。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。这个我也是在 Amazon 上订的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安装这种螺钉。好，这个呢我用的是3/8英寸的钻头，我加了一个 stopper， 确保呢这个长度是对的。一定要竖直。
好，搞点木头胶。这个呢，用树脂 epoxy 也可以的，因为我有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就直接拿过来用。那现在呢，就准备第一道这个 epoxy。第一道呢叫做 sealing coat， 也就是把这个表面呢把它 seal 一下。这一道呢是很薄的。一般呢这种 epoxy 呢，它需要至少2道，就像刷漆一样。当然，如果 finish 非常精细呢，可以刷3到4道都可以的。你的次数越多呢，它出来的产品就更加精细。现在我就开始混合这个 epoxy 1:1，需要把它搅匀，需要搅最少6分钟。我之前呢做的时候搅的应该不太匀，所以它混合的就不是很好，所以有些地方就干的特别的慢。这个呢一定要搅匀，这个不能着急。这个就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因为只是 seal， 就是把这个木头这些孔洞把它填住。好，这边缘呢可以用这种硅胶的小 paddle 来给它搞一下。现在呢就差不多了。这个呢第一遍不用搞太细，它自己呢会找平的。所以现在呢我就开这个火炬，稍微走一下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桌子呢，过了1天 ，sealing coat 呢已经干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会用这种细砂纸，320的砂纸的，然后再sand一遍。这个 sealing coat 呢，我又打磨了1遍，现在呢看上去挺花的。不过呢，这个没有关系，最后一道 epoxy 上去以后呢，因为它比较厚，它自己会找平，这样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。把这个表面呢用这个干净的毛巾把它擦干净，然后呢，基本上呢就可以做下一步了。开始混合。
先和400毫升，看一下。这应该1-2分钟可能就够了。已经搅拌好了，我大概搅了有2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因为这个量比较大，可能会滴下来，所以地板一定要保护好。然后我再用这个火烧一下，这个呢就不要 overwork， 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，因为它自己会找平。你弄太多的话，反而会影响它的它找平这个过程。好，现在呢，大概过了2天，现在就是这种效果。大家可以看到还是不错的。当然了，我这个呢是做了2遍，你仔细看呢，表面还是稍微有点凹凸不平。但是呢，在居家这种环境呢，很难做到完美，因为还是有一些灰尘会落上来。当然，像这种呢，有的人呢还会再浇一次，做第3次。当然每做一次呢，应该会更平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我这个呢，家用呢就2次，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。这样呢，可以用一段时间，用个几年。如果磨损了呢，可以稍微打磨一下，然后呢，再搞一些 epoxy， 再把它浇一遍，又像新的一样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准备把这个纸条把它拆掉，然后呢，这个边缘呢，我会稍微打磨一下，然后这个桌面呢就算做好了，然后我就会把它组装起来。挺硬的。好，这个边缘呢，我刚才用戒刀把它裁了一下，有些裁不掉，这样呢，拿这个砂纸稍微打磨一下。好，现在把它放到位，就可以安装了。好了，这个 epoxy 的电脑桌就完工了。
差不多也搞了我2-3个礼拜，因为这个每一道工序呢，中间都要等它完全干了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。这个呢，非常的实用，而且呢可以升降，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，非常的好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好，希望这期的小视频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不要忘记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